如果你看过迪士尼的动画片《风中奇缘》，你一定记得那个站在悬崖上迎风而立的女孩。她和树说话，与风共舞，为了阻止战争，勇敢地挡在了刀剑之间。她爱上了一个英国探险家，两种文化因此走向和解。这就是我们在电影里看到的保加康帝。你可能还不知道，那只是一个经过精心编造的童话。在真实的历史中，他并没有选择这段命运，更没有站在爱与和平的顶点。他的本名呢叫马托卡，保加康帝只是他的昵称，意思是调皮的小姑娘。她不是主动投向殖民者怀抱的印第安公主，而是一个在战争中被俘的少女。她被夺走了名字、信仰和自由，甚至连婚姻都变成了交易的一部分。她生活在16世纪末的北美大陆，是波瓦坦部落联盟酋长的女儿。原本的世界充满森林、河流与神圣的土地，直到1607年，英国殖民者带着饥饿、火枪与野心闯入这片土地，一切都变了。马托卡的故事远比《风中奇缘》更残酷、更复杂。它曾是和平的象征，却最终成了帝国宣传下的牺牲品。今天我带你一起走断那被掩盖的历史，去还原她真实的身份，不是童话公主，而是被权力利用、被历史篡改的马托卡。这是她真正的故事。在《风中奇缘》的画面之外，马托卡真正的生活是另一种风景。他出生在16世纪末的北美大陆，那时这里还没有美国这个词儿，也没有弗吉尼亚这个名字。他所在的地方呢叫 Senacamarca， 在他族人的语言里，意思是我们的土地。马托卡来自波瓦坦联盟，是由30多个部落组成的原住民联邦。他的父亲瓦汉塞纳卡是大酋长，拥有超过15000名族人。对英国人来说，这是一股不可忽视的力量，但对马托卡来说，那只是家，他熟悉的森林、小溪，还有每年秋天鱼群洄游的河口。在这里呢，人不是自然的主宰，而是自然的一部分。他们随着季节迁徙，在春天耕种，夏天捕鱼，秋天狩猎，冬日围坐火堆，讲述祖先的故事。部落之间有婚姻同盟，也有仪式的平衡。孩子们在母系的社会中学习生存与敬畏的智慧。马托卡小时候就活泼好动，常常出现在部落的祭祀场所与水边嬉戏。他很可能从小就听过有关东边来的白色人影的预言，但那时他还不知道，那些故事会真的走进现实，改变一切。在英国人踏上这片土地之前，这里的社会并不混乱，也不等待被拯救。他们有自己的语言、治理结构、信仰体系和口述传统。他们知道如何与土地相处，也知道如何教导孩子成为一个完整的人。马托卡不是一个等待欧洲文明照亮的土著少女，而是某个文明中真实而完整的一员。而正是这个身份，在未来几年里将被殖民者一点点夺走、重塑，甚至彻底抹去。他不知道，那些坐着大船、穿着金盔甲胄的人正悄悄逼近他的家园。1607年，一艘艘风帆缓缓靠岸。对船上的英国人来说，这是一次押上性命的冒险。他们渡过大西洋，来到一块陌生又危险的新大陆，只带着一点希望和很多幻想。饥饿、寒冷、瘟疫和迷失是他们上岸前就已准备面对的现实。他们在詹姆斯河边搭建了一个简陋的据点，叫詹姆斯镇。这是英国人在北美建立的第一个永久性殖民点。他们种不了庄稼，也不懂这片土地的节气与猎物的痕迹，甚至连喝水都可能让他们生病。对大多数人来说，生存已经是最大的挑战。但他们很快发现，他们并不孤单，这里早就有人生活了几百年。森林里有眼睛注视，河岸边有脚印掠过。他们遇见了波瓦坦联盟的族人，马托卡的家人。起初是小心翼翼的试探，有时候是交换，有的时候是警告。
他们用铜壶、镜子和玻璃珠去换食物，而原住民则以警觉的目光看待这些衣着奇怪、说着陌生语言的外来者。对英国人来说，原住民是机会，他们希望从中找到金矿的线索，学会种植本地作物，甚至期待能与当地部落联盟，建立新世界的权力基础。但对波瓦坦人来说，事情不会那么简单。这些白脸的陌生人带来的不是铁器和布料，还有强烈的侵入感。他们砍树建墙，占地为营，拒绝遵循当地的规矩，也不明白礼物与掠夺之间的界限。一开始，双方之间还勉强维持着某种平衡。波瓦坦人提供食物，英国人交换物品，有时候马托卡也会在中间穿梭，缓解紧张。但这种关系呢，就像河面上的薄冰，看似平静，但随时可能破裂。对英国人来说，原住民是可以利用的资源，而对原住民来说，这些来客则像是一场不请自来的风暴。冲突的种子已经种下，只是没有人知道这颗种子接下来会生出怎样的灾难。在后来的传说里，有一个画面流传得特别广。英国探险家约翰·史密斯被波瓦坦人抓住，正要被处死的时候呢，一个年轻的女孩冲入人群，跪在他面前，用身体护住了他。她流着泪，恳求父亲饶她一命。这个女孩就是保加康蒂，而这个画面后来成了无数书籍、插画、电影的核心场景，甚至可以说是整个原住民与殖民者和解神话的起点。但问题是，这个故事在当时的记录中几乎找不到任何证据。史密斯本人在1608年的信件和报告中从未提到过这场舍命相救的戏剧性时刻。直到多年以后，保加康帝已经去世，他才在一次给英国王后的信中首次提及这件事儿。这就引发了历史学者们的诸多怀疑。有人认为呢，史密斯可能误解了当时的一个原住民仪式，在某些部落文化中会通过象征性的处刑与赦免来表达归属和收编，而史密斯则将它理解成为了自己的生死边缘。还有人直接指出，这很可能是他为了自我美化，博取王室青睐而编造的故事。无论真相如何，有一点是肯定的，在他们相遇的时候呢，保加康帝只有10到12岁，而约翰·史密斯已经近30岁。无论如何，这段关系都不可能是浪漫的恋情。童话中的爱情桥段只是后人强加上去的幻想。不过可以确定的是，保加康帝确实曾在殖民初期和英国人有过接触。作为酋长的女儿，她有一定自由在不同部落之间来往。她年纪虽小，但聪明灵活，而且深受父亲信任。她偶尔会出现在詹姆斯镇，带去食物、草药，或是在紧张的时刻传话，缓解气氛。她并不是使者，却起到了桥梁的作用。她是一个游走在两个世界之间的女孩。对英国人来说，她是一位神秘的小公主；对部落来说，她则是一个与外来者保持距离又不得不接触的孩子。但这种脆弱的平衡很快就被打破了。战争的阴影正在逼近，而保加康帝的人生呢，也将从调解者变成一个被操控的筹码。事情开始变得紧张，是从1609年开始的。起初，波瓦坦人与英国殖民者之间虽然存在差异，但还能维持表面的和平。可这份和平终究只是短暂的假象。随着英国人不断扩张地盘，索取资源，还频频打破交易承诺，波瓦坦部落的耐心开始耗尽。对殖民者来说，他们不满足于交换食物，他们想要控制种植地、渔场，甚至整个流域。他们建造了越来越多的防御工事，修筑围墙，修建农场，还想把原住民教化成像他们一样的人。而在波瓦坦人的眼中，这些外来者根本不是朋友，而是逐渐蚕食家园的威胁。1609年被称为饥饿时期的一段黑暗岁月降临詹姆斯镇。那一年冬天极其严寒，殖民者的存粮几乎所剩无几。有人甚至开始吃皮革、吃鞋，甚至出现了人吃人的传闻。就在这段时间，原住民与殖民者的关系彻底崩盘，过去的贸易和接触戛然而止，彼此不再信任，偶有往来也是充满敌意的袭击和防御。
而就在这风雨飘摇的时刻，保加康帝突然从所有记录中消失了。直到1613年，他再次出现在英国的记载里，不是作为朋友，也不是调解者，而是人质。这场抓捕呢，由一位英国军官塞缪尔·阿盖尔策划。他得知保加康帝暂时寄居在帕塔沃马克部落，这是一个与波瓦坦联盟关系复杂的邻近部落。阿盖尔趁机与该部落达成了协议，用物品和友谊换来了他们的背叛。那一年，保加康帝只有17岁，他毫无准备地被带上了英国的船只，押送回詹姆斯镇。这不是一次误会，也不是一次友善的接触，而是一场赤裸裸的政治绑架。对英国人来说，她不只是一个少女，更是一张能打的牌。她是波瓦坦酋长的女儿，是象征，是筹码。他们开出的条件呢，要波瓦坦归还俘虏，交还被盗的武器和工具，否则保加康帝就永远不会回来。波瓦坦虽然回应了一部分的要求，但拒绝全盘妥协。殖民者呢，也并没有信守交换承诺，反而继续扣押保加康帝，开始了对他再教育的过程。这次绑架并不仅仅是一次冲突中的抓人事件，它背后是一整套精密的殖民逻辑，先制造分裂，再利用分裂，最终达成掌控。他们清楚波瓦坦联盟不是铁板一块，也知道一些边缘部落愿意靠向强权，于是呢，他们用礼物换背叛，用绑架换谈判，用一个女孩的命运撬动整个政治格局。而保加康帝，也就是马托卡，从这一刻起不再是森林中那个调皮女孩，她变成了殖民机器中的一环，一枚工具，一把钥匙。她的童年已经结束，她的身份也正在被彻底的改写。殖民者并没有把她当作一位真正的谈判代表，而是将她交给了一位英国牧师亚历山大·惠特克，由他来负责教导和文明化这个土著少女。所谓的教导呢，说白了就是文化改造。马托卡被迫学习英语，背诵圣经，穿上英国人的衣服，甚至要在饭前祷告，改变饮食习惯。他曾在林间奔跑，与自然对话，如今呢，却被困在木屋中，被灌输一个完全不同的世界观。不久以后呢，他接受了洗礼，改信了基督教。英国人给他取了一个新名字，丽贝卡，一个象征重生的名字。从此呢，马多卡正式成为了另外一个人。而就在第二年，也就是1614年，殖民政府安排了一场政治联姻，她被嫁给了一位英国烟草种植者约翰·罗尔夫。在殖民者的笔下呢，这场婚姻被描绘成为爱情的胜利，文化融合的典范。罗尔夫写信说，他是出于真挚的情感才娶她为妻，但实际上他在信中同样强调，这场婚姻有助于向未开化的民族传扬上帝的光。这不是一场普通的婚姻，而是一场被精心包装的殖民秀。通过这场婚姻，英国人得到了他们想要的东西，暂时的和平、政治稳定，以及一个可以向国王、向欧洲贵族、向未来移民展示的样本。马托卡成了他们宣传里的完美原住民，一个野蛮少女被英国文明拯救了，接受了洗礼，皈依了基督，嫁给了绅士，从此过上了正确的生活。她的形象出现在宣传册、报告、信件中，成为殖民成功的象征。对英国人来说呢，这不只是一个美谈，而是一种战略。他们需要募资，需要更多移民前往新大陆，而保加康帝的转变正是最好的广告。她成了殖民公司手里的招牌，成了殖民神话的女主角。但所有这些辉煌的背后，却掩盖了一个女孩失去家园、身份和语言的悲剧。她被迫接受的不是选择，而是屈从。她嫁的不是爱情，而是政治。在她的部族中，关于这段婚姻的记忆没有美好二字，他们看见的是自己的女儿、自己的血脉被敌人夺走，被改名换姓，被用作展示优越文明的道具。从马托卡到保加康帝，
再到丽贝卡，她的名字一次次被改变，背后都隐藏着一段剥离与重塑的过程。她成了英国人眼中的文明野蛮人，一个值得救赎的象征，却也成了他自己的族人眼中那个再也回不来的女孩。在1616年，保加康帝登上了一艘驶向大西洋彼岸的船。他现在呢，不再是马托卡，也不再是波瓦坦酋长的女儿，而是丽贝卡·罗尔夫夫人，一个被塑造出来的文明奇迹。她和丈夫罗尔夫一起被送往英国，这不是一次简单的探亲或旅行，而是一场彻头彻尾的政治表演。主导这场计划的是弗吉尼亚公司，也就是当年投资詹姆斯镇殖民项目的商业集团。他们想用他的故事来证明殖民地的进步、投资的回报和文明化原住民的成功案例。在伦敦，他穿上厚重的欧式礼裙，学习贵族礼仪，用他那不太流利的英式微笑鞠躬。他出现在贵族晚宴、教会集会，甚至受邀进入詹姆斯国王一世的宫廷。他与皇室成员合影，成为报纸上的人物，成了殖民公司的活招牌。但这些风光的背后是一种难以言说的割裂。他远离家乡，远离熟悉的语言、习俗和信仰。他的身份、婚姻、服装，甚至他的信仰，都是为别人量身打造的。他成了英国人眼中那个可以被教育、可以被驯化的好原住民。而他的存在呢，也确实起到了预期的作用。弗吉尼亚公司因此得到了更多的投资，殖民计划继续扩张。然而就在准备启程返回家乡的前夕，悲剧突然降临。1617年春天，保加康帝在英格兰格雷夫森德突然病倒，在几天之内，他的身体迅速恶化，没有留下太多的记录，只知道他病得很急，最终在港口去世，年仅21岁。有些人说他死于肺炎或痢疾，也有人怀疑他可能是被投毒。他死得太突然，太巧合，就在他即将踏上归途的时刻。他被草草地埋葬在当地的一座教堂墓园中，离他的家乡大洋彼岸整整4000英里。他再也没能够回到那片森林与河流交织的土地，再也没有见到他的父亲、族人或儿时玩耍的地方。他的儿子托马斯·罗尔夫被留下，几年后才回到北美。他的父亲瓦汉·塞纳卡在女儿死后的1年也去世了。那场婚姻带来的短暂和平也很快被打破，新的战争再次席卷弗吉尼亚。马托卡的人生在遥远的异国终结，而他被塑造出的形象还将在历史中流传数百年，作为帝国成功的象征，作为一段精心包装的童话。可真实的他却被埋在了没人再提起的角落。马托卡的故事没有随着他的死亡而结束，相反，他很快被塑造成一个传奇，一个温柔顺从、爱上了英国人、主动皈依基督教的和平使者的形象，取代了那个真实的他，那个被俘、被改名、死在异乡的女孩。这段神话被用来美化殖民、掩盖压迫，在书籍、戏剧、课堂里流传了几个世纪。但神话终究遮不住真相。20世纪以来，越来越多的历史学者开始质疑这个美谈。原住民的社群也讲出了自己的记忆。在他们的版本中呢，马托卡不再是化解冲突的桥梁，而是被牺牲的少女。她的名字、语言、命运都不属于自己。她不是童话，而是殖民叙事中最早被利用的生命之一。讲述她的故事不是为了控诉过去，而是为了提醒我们，谁在书写历史，谁又被迫沉默。历史可以是记录，也可以是武器。我们无法改变马托卡的命运，但我们可以选择不再遗忘它。他的名字叫马托卡。